自我介绍一下，我王舒涵，李晨服饰品牌的创始人，从业服装行业30年，算30年，哎，我算上留学的、读书的，有没有？我是01年开始的，没有20几年。01年的时候在英国呀，在英国学服装设计呀，学了6年。然后就一直毕业以后一直从事服装设计。毕业以后去了纽约，那个非常的幸运啊，就是当时我们做毕业秀的时候，然后有很多的服装品牌来看我们的毕业秀。那我当时就被一个服装公司就在服装秀上面就看中了，然后就直接就签了工作合同。那么毕业后我就直接去纽约了，纽约待了1年。我的纽约那1年也是有很多的新的这种知识点，然后也有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些不适应，因为你长期在欧洲，然后去了美国又发现，那是另外的一个世界。纽约哦，我觉得就是你非常佩服他们的商业，就他们的商业跟英国人的商业是不一样的。纽约的生活节奏会快很多。我因为那时候在伦敦，我觉得应该也算是英国节奏算比较快的城市了。但跑去纽约以后，你就发现可能是2倍、3倍的这样子这种生活节奏。我家是做裁缝出身的，我妈妈是裁缝。因为小时候就是在缝纫机旁边长大的。我小时候我记得记忆非常深刻的是，我读小学的时候，天气冷了，我妈妈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那个就是很奢侈的缎面的，一整套有点像现在看有点像练功服一样的缎面的玫红色的。然后但是天气冷了不能穿啊，那个时候我已经穿毛衣了，但我也特别想穿新衣服，我就把这套衣服穿在了毛衣外面。然后我妈一看我说哎呀，这么冷的天你怎么穿这个衣服呀？所以这个在我的记忆里面非常深刻。到现在我的设计就是我希望上面是裘皮大衣，下面是蕾丝裙。混搭和碰撞。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想着把这种很薄的这种真丝材料跟羊毛混在一起。后来去了西方以后，发现人家就那样穿。那当然人家因为是有暖气嘛，他们就是里面穿一条这个什么连衣裙，外面一个大羽绒服或者是一个大的厚的衣服就结束了。我觉得这几年审美都在变。从10年我们开始做工作室的时候，到现在的接受度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早2年我们开始从事男装定制这一块儿，我就会讲比较无聊嘛。就是哎呀换个面料做就你的能力体现在色彩搭配，选材，那个款式这一块的话，你基本上就是很少会去涉及到。当然很无聊。然后这个也是，其实后来为什么选择用女装去来表达你的艺术想法，这个也是主要的一点，因为女装的空间大很多，男装它这个模板定死掉了，模板定死掉了。我现在这2年真的是感谢我们这个做女装，就是做女装的一起的小伙伴们，因为做了女装以后，你会发现你被认可，你的美学理念被传递、被认可被大家就是共同去生长、去创造。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我也把它定义成我的未来的这个整一个或者是人生价值所在。创造一个你的美学世界，
然后有一群人共同去维护创造这个世界。然后我不能说，哎，我这个传递的一定是最对的美学思想，或者是最正能量。但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是因为本身就学习传统文化，我们在倡导的这些东西本身就是老祖宗一直以来留给我们的。我们工作室就非常的倡导用真丝的这个原材料。那么真丝呢，它就起源于中国，在我们看来，它不单单是一种服装材料，更多的背后有我们祖先的那一种远古的崇拜，因为我们是一个蚕崇拜的国家，然后丝绸带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这个财富，去支撑我们跟打通了四大文明，丝绸之路打通了四大文明，让我们去进行文明的这个交流。所以对我们来讲，它不单单是一块面料。因为以前做男装啊，材料相对单一，特别是你知道，男士的这种正装类的，我们一般就是选羊毛。那虽然现在欧洲的羊毛面料做的非常的复杂，它会跟真丝、跟 linen 麻还有其他的这种新型的合成材料会混织，以便达到各种不同的风格。但总体来说没有女装复杂呀，对吧？女装的话，你不但要有重量，要有透视感，要有这种对吧？各种的这种氛围感，它必须要用不同的面料。所以我现在做女装设计，材料的使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经常会碰到，哎呦，这材料太好看了，买回来一做不行。不行，因为它的性能可能不适合你做这个款式出来就效果不好。那它我相信每一块材料都有最适合它的款式啊。那你觉得它好看，结果你做在这个上面，哎呀不行了。所以这个都是所以我们就说，你的从业没超过10年20年的，你都不是很专业。我现在觉得我的女装才做了5年，满打满算5年。我觉得我可能女装还再做5年，那我可能大部分的材料都会就是接触到了。当然，我们因为现在小工作室，我们又定在真丝上面，我们主要接触的还是一个以真丝为原材料的一些面料。真丝也是五花八门。哎呦，这真是这个话题下次再聊。你真的，我们单就讲一下我们这个架子上面的这些布料那真的是可以都讲不完。都是故事都是故事，真是。而且每一卷打开来做以后，发现哎呦，它不适合这个款，它适合那个款，就做完了你才知道。但所以这个你要不停的学习，你以后就看到这种同类别的，你就知道这种我可能不能去做这个款，做出来效果不好。因为以前我做男装的时候，其实我最幸福的状态就是做手工的那个时候，因为我的导师是一个动手能力超级强的一个服装设计师，做男装的，做出来的衣服完美到那简直，那就是说，我觉得萨维尔街可能都没这么完美。然后我受他影响，其实我很喜欢做手工。那么一做手工以后，你就发现你内心很安静，然后你就觉得哎呀，什么都是浮云。都没有这个机械的这个动作来的让你开心。那现在做了女装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在分享美的那一刻，那个是最幸福的。最幸福的。然后你分享那个美被人家认可的那一刻，就是你做了一个作品出来，然后那个作品被人家穿在身上，人家觉得哎呀好好看，人家觉得哎呀这个是可以共鸣的。就像我说的这个，我们追求的都是一个生命律动的一个规律，然后在这个共鸣点上大家达到一致的时候，那你是叠加的，你的能量是叠加的，这个时候你是最幸福的。对这个工作室的规模大小，我其实没有特别的这个规划，可能这种属于商业规划我也不是很擅长。
但是我们工作室很明确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既然是走在新中式这条道路上面，当然一方面就像我讲的，就是能够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对这种美认可的，共同创造美的一群小伙伴们，那当然是越大越好。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要创造当下的中式服饰。以便100年以后的小伙伴们回来再找的时候，诶，那个时候的中式服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留下一些这样的东西。所以后期的设计，我也会在就是比如说一年我们可能会做一些10%左右的衣服，可能就是以表达一些概念为主的一些服饰，它并不是说日常可能一定会用得到，但它能够表达我们当下的这个对新中式的理解，对美的理解，以为后面的小伙伴们留下点什么。今天呢，我就在这个空间里面呢，给我们的这个主理人呢拍一组肖像。OK，那我今天用的呢是柯达的320 TXP 啊，这个底片呢可以说是，柯达在这个黑白胶片上面一个最好的一个片子了。然后呢，今天这个我带了一台4×5的这个座机呢，是 Ebony 的SV45 钛啊，它是Ebony 它比较入门的一个机器。这台机器呢相对比较轻，什么功能都有，带出去也很方便。然后镜头的话呢是福伦达的那个海利亚的那个镜头啊，这个镜头呢拍黑白会非常好看。那我们试一下。如果是说喜欢李晨的小伙伴，或者是说被我的这些话有吸引到的小伙伴，可以去关注一下李晨。我们李晨有小红书，小红书就是李晨礼节的礼，继承的承。当时取名取李晨的话也是很偶然的。那后来越想越是对的，我们要这个可以很继承我们鲜明的一些智慧文化，然后再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是的，而且必须以礼的心态做任何事情，以礼的这个心态，因为我们是中国，是以礼立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块缺不了礼跟诚。